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这一期视频是一个比较简短的迫害逆行键的玩法。这期玩法主要是给那些之前没玩过游戏然后可能觉得上手玩迫害逆行键觉得满脑子很晕的朋友，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玩法的机制就包括我们核心的迫害机制，然后呢，包括逆行键，包括我们的防御来源，包括我们输出要怎么堆，整体的装备前期怎么凑，然后毕业词缀要怎么弄就简单聊一聊。更详细、更精美的视频带字幕的、带图片那种版本的，我们就过2天等我腾出手来做完吧，因为这2天刷的确实很爽。那么先来说一说我们这个玩法最核心的机制迫害迫害这个技能呢，我们直接看它的面板，它的效果是我们对易伤的敌人攻击的时候，有幸运一击50%的几率产生爆炸，对这个敌人和周围的敌人造成初始伤害的447%。那我这边面板的447呢，是因为我堆了一个很高的易伤，它会反向增加我们迫害的基础伤害，然后就会导致我们堆了大量的易伤之后，我们的迫害炸出来的这下伤害会比基础的要高很多很多这个就是迫害的一个主要的伤害来源，就是吃易伤，然后能够放大我们的基础技能伤害。然后在这一基础之上，迫害这个被动在上一次 PTR 到这一次正式服是被暴雪暗改了的，它在这个版本之前是不会吃到我们装备的技能的暴击或者易伤这样的词缀的增伤导致可能迫害炸出来的数字就非常低。但现在暴雪改了，这些增伤它都能吃到了，迫害一下子就牛逼了。为什么呢？因为迫害这个东西它是能吃2次增益的。我们使用就我们拿逆行键为主，我们使用逆行键攻击一个进入易伤状态的敌人，如果触发了迫害，那么这一个迫害是能吃到2次易伤的，就是这边炸出来的伤害。为什么能吃2次呢？因为1次易伤是我们逆行键打到怪物身上它怪物易伤了，我们面板有一个1500的易伤这是逆行键本身的基础，然后迫害炸出来的这一下也会再吃1次这个易伤的加成所以就导致只要我们合理的堆积各种的增伤，在迫害的这个双乘算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基础可能不是特别高的逆行键也能打出非常爆炸的伤害当然逆行键这边可能是只能打出1-2亿的迫害，如果你是走迫害穿透射击这个流派，那你可能后期能看到几十亿的夸张的迫害数字当然了，那一套的装备词缀要求就更高了，所以我们这边就还是玩简单的逆行键就这边再说一下，就是你玩这个流派的话呢，如果你要在装备上堆积词缀跟被动，那最好是堆积那些能够吃双算的被动目前已知的吃双算的被动呢，就是恶意和利用，这2个是能吃2次的。也就是说恶意这边看上去是9%的提升，其实是1.09 乘 1.09 吃了2次这个利用是42%，那其实是1.42乘 1.42， 就你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原理你也不用特别纠结说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哪些技能吃，哪些技能不吃反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让你去堆的基本都是吃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身上的装备就要尽可能的找易伤了因为易伤是我们这个 BD 里输出最高的词缀，它可以增加我们剑的初始伤害，可以增加我们迫害的爆炸的这一下的伤害，然后呢还能增加我们迫害本身的一个数值，所以我们所有的装备能出易伤都要尽可能出包括手套这边的回火，武器的词缀跟回火2把武器的词缀跟回火，然后还有戒指的词缀和戒指的回火，还有我们的项链的回火。也就是说我们要在1、2、3、4、5、6、7个部位全部都要回火易伤，然后在这些部位呢手套、2个戒指这些还有项链这几个部位是可以不出易伤的，因为它们上面有更优质的输出词缀。但如果是武器的话，那尽量出易伤，而且最好是太古的易伤了解一下词缀就好，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易伤能堆到1500了，因为这些部位都尽可能找了易伤嘛。就你看我这把太古的易伤的剑，对吧？一把剑就有接近200的易伤了这个是一个我们主要的输出来源。然后接下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用逆行键玩这个迫害的流派呢当然这边要说一下，打出最高伤害的应该还是穿透射击因为穿透射击连击点有一个很变态的幸运一击加成，然后触发的更多。但是逆行键是所有基础技能里最好的原因也是很简单，第一个是我们基础技能有一个回火，可以让逆行键概率释放2次这个是其一，就你看我按一下射了2箭这个是其一。然后其二是逆行键本身的一个额外的效果，它有一个比较高的幸运一击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分支强化，是弹射至额外敌人造成75%的初始伤害。那这个弹射我们找对角度，你可以看到我射出去的这个箭它弹出去了，然后只有一个敌人的时候呢，它弹出去又会弹回来射到我们的训练假人，
也就是说，在你打单体怪物，尤其是大秘境的最后首领战的时候，我们的逆行剑这个弹射会全部弹到首领身上，相当于是额外造成了 75% 的伤害。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逆行剑去玩迫害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就是因为它简单，而且能够伤害高。最重要是这个技能其实是有 V 字瞄的，你看训练甲人在这里，我对这个地方射箭啊，一样有很多的箭能飞到训练甲人上。那这样子在打狂潮的时候，你就对着身边自己这么一圈射箭啊，你会发现周围的怪物就被这个逆行剑追踪打死了。这个玩法呢也非常适合手柄啊。然后我们了解了逆行剑的这个机制之后，我们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玩法的防御来源啊。在输出之前，先要了解自己怎么活着。那这一套玩法的防御来源主要是3个方面：高生命，还有高减伤。高减伤是来自帷幕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正常的护甲跟抗性拉满。然后护甲跟抗性这方面是需要根据你的装备调节的，我晚点会说一下装备烂的词缀怎么去，就装备很差的情况下你怎么把自己的护甲跟抗性拉满。但装备好一点，你像我身上是只出2条护甲啊，然后全身一条全抗都不出，我也能保证抗性全满的，这个是满级配合军帽才能达成的。然后我们说一下闪避怎么弄啊？闪避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现在面板的躲闪45啊，然后我放一个技能是73，这个呢是因为我的装备上有几个敏捷的技能啊，就正常你在裤子和鞋子这2个部位找躲闪几率，然后呢裤子跟衣服回火，你可以回火出躲闪几率的配方来啊。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给衣服或者是裤子项链回火敏捷。敏捷呢是游侠的一个专属被动，它的效果是在你使用一个有冷却的技能，会让你的躲闪几率提高，持续3秒。如果你像我一样在身上堆了比较高的敏捷等级，那么你就能在释放我们的冷却技能啊，我们这边面板里除了逆行剑全部都是冷却技能，放它们都能获得躲闪啊，那你就能获得一个比较高的躲闪几率。但这个躲闪呢是一个不稳定的躲闪，所以如果你想要稳定的话，那我建议你衣服、裤子还有这个项链啊，都是选择普通的躲闪几率啊。项链这边我的建议是回火躲闪相关的被动，我不建议你去抄作业去给它回火什么敏捷技能的冷却，这个是高级的玩家去冲程用的，我们这些操作比较差的朋友还是找防御会更好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个躲闪。那我们堆这么高的躲闪之后，还是要注意啊，有一些技能是没法躲闪的啊，典型就是冰蜘蛛的那个攻击，它看上去是一个远程的弹道，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持续技能，然后我们就没法闪了，它会把我们的帷幕打掉啊。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高收益的技能，叫暗影帷幕。暗影帷幕这个技能呢，我们可以从技能上点出5点来，然后军帽可以再额外获得4级的暗影帷幕，同时衣服如果你有太古的帷幕词缀啊，像我这样强到2次是7级，如果是3次全强到应该是8级到9级吧啊。总之就是你把帷幕等级堆高了，你会发现5层暗影帷幕啊，像我这边是16级，能提供 70% 的伤害减免啊。然后我们再有一个比较高的躲闪，怪物打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首先这个技能会被判定能不能被躲闪掉，躲闪掉 OK， 那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没有躲闪，那么它会打在我们身上，首先吃到这个帷幕可能是60-70的减伤啊，那这样子我们的坚韧就非常高了，因为我们还能通过暴击来给自己补充帷幕啊，就是这个阴蔽威能，用神射手技能暴击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免费的暗影帷幕叠层啊。这边你也看到了，我这边随便打一下木桩啊，之前你可以看到随便打一下木桩，这个层数就叠起来了。这个就是游侠的几个坚韧来源，一个闪避啊，一个帷幕，还有一个呢就是血量啊。游侠血量高的原因也很简单，游侠巅峰里有一个特别优质的节点，在哪里？我找找，在这个地方吧啊，叫做训练啊，这是一个在不留证人盘里的优质节点，这个节点有 9% 的生命上限，然后如果你给它放一个像骄纵啊，放一个这样子征服稀有节点的这种雕纹啊，你会发现它能给你加 18% 的生命上限，这是一个很优质的生命上限点了。这就导致我的游侠在身上可能只有裤子啊还有胸甲就这2个部位有生命吧，然后其他就是武器的正常生命嘛，就没怎么堆生命，也会有战阶46000的生命值。所以高血、高躲闪还有帷幕的高减伤是我们的伤害是我们的坚韧组成的来源啊。你要想要玩的舒服，我觉得最少战阶要有40左右的躲闪啊。躲闪主要就是裤子、衣服回火，然后呢还有裤子跟鞋子的天然的躲闪词缀，然后还有衣服这边的暗影帷幕啊，就搞防御，就搞这几个部位就好了。那然后坚韧的这边说的差不多了，再说一下我们的
输出来源，输出来源除了全身回火易伤之外啊，我们还要堆积的词缀是攻速、幸运一击和暴击率。那其中这几个词缀呢，攻速的优先级是比较高的，其次是幸运一击，幸运一击的优先级也很高，而暴击几率的优先级会比较低。那说一下攻速吧，攻速这边的话呢，我们这边就长话短说，我说2个档位啊，我们现在是没有喝药的，没有喝这个叫什么来着啊？优势药剂，优势药剂可以加我们15%的攻速跟15%的幸运一击啊。我们这边就直接说一下档位，就是你有跃升，然后呢，你同时还有急促，急促要满30，你有这些威能的情况之下，面板攻速有2个档位，一个是43%，一个是62%。这2个档位呢，前一个是比较好达成的，你身上如果有2条太古的攻速强化到，就能很轻松的达到啊。像我这边是有3个太古的攻速嘛，那我这边去掉2个，你可以看到我还是有43的攻速，那我再把这个戒指戴上，我就变成62了啊。这个43跟62是什么定义呢？43是13帧，62是62应该是12帧啊，12帧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的1秒是60帧，也就是说，如果你像我一样堆到62的攻速，那么你在吃药的情况之下，你是能达成1秒5件的变态的输出效率的。而如果你是面板43，那么你在吃药而且满急促的情况之下，你是能达成1秒钟射 4.6 件的，这个就是一个攻速的区别。然后为什么我说43的攻速是一个推荐的档位呢？因为就算你什么攻速都没有，你可以选择连击点啊，游侠这边的专辑你可以选择连击点，然后你去掉我们这边的隐蔽或者是暗影步，你换一个快刀乱刺，然后快刀乱刺的效果是你3个连击点打出的快刀乱刺会给你 45% 的攻速加成，那么你只需要1个快刀乱刺就能把我们的攻速轻松拉满啊，就这么 A3 下，然后按一下 A3 下，然后按一下，这样子就能获得一个极高的攻速加成，来在前期保证自己的攻速上档了啊。如果你不想去打快刀，就是快刀乱刺这个操作，然后呢，你身上攻速装也没有那么多啊，那我还有一个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去堆13的攻速，13的攻速的话就是普通的攻速装备嘛，可能是你出一条攻速或者是正常的一条太古攻速你就能达成了，然后你把这个急促啊给打在双手武器上，急促打在双手武器上是 60% 的攻速提升，但是呢跃升放在单手武器会亏我们 30% 左右的输出，这个也是前期上档的一个简易的方式啊。总之你就记住，面板的攻速不吃药有43，就是一个很优质的档位了。再往上的话就是62，像我这样就具体的攻速具体到小数点的，我之后的视频会说，反正现在大略就是这样的攻速的节点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攻速的问题说完了，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身上的装备啊，说一下低配版跟高配版。就头部高配肯定是军帽了，但军帽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能戴的，因为你戴军帽你会舍弃掉头部的一个幸运一击啊。就我们这边看一下，头部这边呢，你是能出正常的出冷却，然后也能出，我的幸运头呢？让我搜一下各位，我看一下我的幸运头在哪里啊？就头部这边你是能出生命加幸运加冷却这样的词条的。然后你在头部补了幸运之后，你别的部位啊，像什么手、2个戒指这些部位，你就能去找一些更广阔的词缀了。但如果你失去了头部的幸运一击，你就需要戒指、2个手这3个部位一定要出幸运一击啊。然后项链可能也要去补点幸运一击，才能保证我们的逆星剑有一个比较高的触发率啊。这个是头，但军帽的提升真的非常大，有军帽我还是建议无脑换就是了。衣服这边的话也是分高配跟低配的，低配的话像我这样搞一个暗影帷幕的衣服啊，不对，低配不是这件衣服，看错了，不好意思啊，低配是这样的衣服，搞一个暗影帷幕的衣服，然后呢有护甲有敏捷，或者有护甲有生命，然后稍微中配一点就是太古的帷幕衣服，再高配一点可能就是太古的帷幕加太古的敏捷这样的衣服。然后衣服这边的话，我个人是不建议你像我这样出护甲的，但是我这边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鞋子没有太古护甲啊。就衣服其实是跟鞋子要2个要混一下，鞋子这边的优势词缀是太古躲闪、太古护甲，然后呢，衣服这边的核心词缀是暗影帷幕。如果你的鞋子有太古的护甲，那么你的鞋子在强高强满了之后，你鞋子的1条护甲就能达成9230护甲，让我们实现全程的85物理减伤。这样子衣服就不用出护甲了，可以去出敏捷或者是别的词缀。但如果你的鞋子没有护甲，或者说没有太古的护甲，那么你就只能像我这样衣服找一条护甲了
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在裤子上找护甲呢？因为裤子这边需要的词缀要求更高，裤子这边要求的是太古的密信件等级和太古的躲闪几率啊，这两个词缀也是刚需的。你在追求这两个词缀之后，你很难说再在裤子上去补一条护甲了嘛，对吧？裤子这边如果你要报极限输出的话，也不是找护甲，是去找敏捷啊，因为敏捷也能给我们提供闪避，还能增加我们的技能伤害。总之就是衣服、裤子跟鞋子这3个部位，建议你去低配的情况下找2条护甲，然后呢，衣服找暗影帷幕，鞋子找闪避几率，裤子找逆行键等级和闪避几率，就大概是这样啊。这个是3个防具的位置，然后头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有军帽上军帽，没有军帽呢上一个低配一点的冷却加幸运一击的头就好了啊。然后接下来说一下这3个部位的回火，这3个部位的回火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都是优先去回火这种增加闪避的几率啊。像衣服跟裤子，像我这边裤子呢是回了一个躲闪几率，然后衣服这边回了一个敏捷的等级。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像我这么搞，我现在是装备的更换环节，如果我有毕业的裤子，那我肯定是全部都是选敏捷等级的啊。就是如果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3秒1次按键，那么你全身都应该是加敏捷等级的。如果你想要偷懒摆烂，那么你全身都应该是100%躲闪几率啊。这边就是给各位看一下嘛。然后接下来说一下我们防具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回火叫老练之信啊，效果是幸运一击概率控制敌人啊。这个控制呢可以是冻结啊，也可以是我们这边的击昏啊，还可以是鞋子这边的定身。我的建议是全身这4个部位有2条冻结，1条定身，1条昏迷啊，这个击昏。然后击昏的话呢，它是一是可以触发我们的这个惩戒，然后2是如果你堆了比较多的不同的这种幸运一击，那你打 BOSS 的瘫痪条会很快，因为我们本身攻速很高，幸运一击也很高嘛，那这样能打 BOSS 会频繁的触发这种各种各样的幸运一击的控场来打 BOSS 的踉跄条啊。打小怪也是，但是打小怪我们正常情况下是一个烟雾手雷扔上去就晕住了啊。就总之是这几个部位是这样。然后手套这边的话呢，也是手套这边的话词缀就跟我这样，攻速暴击跟幸运一击。然后前面也说过，如果你装备差，那你不要攻速，你把攻速去换成什么护甲，换成抗性，换成生命啊，换成什么都 OK， 但暴击跟幸运还是要的啊，最优先的是幸运。然后说一下手套这边还有一个额外的回火，就是幸运一击，我们这边回的是击昏嘛，但其实你也可以不回击昏，你去回一个烟雾手雷的持续时间啊，就我们这个手雷扔到怪脸上，它会让我们迷惑敌人，并且呢我们对它造成伤害提高。你如果回这个烟雾手雷持续时间增加的话，可以让怪物被增伤的时间更久一点啊。这个是手套的选择，手套反正是2种选择。然后这边装备说的差不多了，说一下武器，武器这边是非常同质化的啊。武器这边的话，弓这边默认是回火易伤加额外的密信键释放，注意这个密信键释放最好堆到80以上，如果你没法堆到80以上，那么你的另外一把单手就要再去搞一个概率了啊。如果你像我这样能够有80以上，那另外的2把单手都不用去找了。然后词缀的话，3把武器是完全固定的，就是敏捷、生命和易伤3条词缀。然后这边词缀有高低啊，易伤是最优先的，如果要太古肯定是太古易伤，其次是太古的敏捷，因为敏捷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伤害跟躲闪的。生命的话呢，有收益，但是收益没有这2个这么高啊，因为武器毕竟还是攻击类的部位嘛，对吧？然后最后才是生命值啊。当然你看到我们这边的2把武器都是生命加易伤的，因为就是太古的敏捷的我搞不到，我这边2把有的都是从我死灵身上扒下来的啊。然后双手武器的话是这样，然后说一下2把单手武器。2把单手武器有2个不同的回火，你可以看到一个是铁吉利的持续时间，另外一个是铁吉利的技能范围。那说一下铁吉利这个技能啊，这边我们看技能的说明，我们扔出铁吉利，敌人在这个范围内，然后呢我们对他首先我们对他会减速，然后其次呢如果这个敌人易伤，那我们对他造成暴击几率会提高。最后还有一个额外的效果啊，就是敌人站在这个铁吉利的范围内，我们对他造成的伤害会每秒提高多少多少。然后这个技能基础是 45%， 但是你在装备上找了一个铁吉利的持续时间之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增伤变高了。像我这边匕首上找了1条，它就变成 68% 了啊。如果我们再去换一个有铁吉利持续时间的匕首啊，那我这边铁吉利的增伤就最高是83了啊，理论极限应该是有100多的增伤。然后需要注意一点，铁吉利的这个增伤也是吃双算的，也就是说这个面板的显示 83% 啊，看上去已经很高了，但它不是极限，极限是 1.83 乘以 1.83
啊，这个就是打 BOSS 的时候的操作啊。就这边我们再顺便说一下战斗的操作就好了。打小怪跟打 BOSS 的操作是不一样的。小怪的操作就是你按影步上脸，然后扔烟雾手雷，扔铁吉利，然后射啊。这个后面跟的这个铁吉利的操作是看你的层数，你要打100层以上，那你要补一个铁吉利；如果你打个80-90层，那你按影步上去扔个烟雾弹，开始射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就是速刷的一个操作。就操作的话，看你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找多一点，一般正常冲层或者是打速刷，基本3个精英一组嘛，3个精英一组，按影步上去啊，扔个烟雾弹，铁吉利扔，然后开始射几下，精英全死光了 ，OK 走人，就是循环这一个操作就好了。打 BOSS 你就一直射到 BOSS 踉跄条满，踉跄条满之前你补一个铁吉利啊，保证 BOSS 在铁吉利范围内，然后打一波踉跄爆发，然后接下来呢 BOSS 从踉跄中脱离了，你再去打第2波爆发就好了啊。具体可以看我之前的操作视频。然后最后是2个戒指跟项链的词缀，这个就是根据你的情况来了。我们说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词缀叫戒指上的幸运一击，有概率使敌人陷入一伤的状态啊。我们这个玩法是打迫害的，那迫害这个技能的前置要求是敌人处于一伤的状态。我们如何获得一伤呢？有2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我们的雕纹叫利用啊。就是它是一个效果，是敌人受到你造成的伤害时会受到一伤效果，持续3秒。我们用利用可以给怪挂上初死的3秒一伤啊，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用烟雾弹，用隐蔽，隐蔽这边点一个，用技能打破隐蔽，让敌人陷入6秒的一伤，你就可以隐蔽，然后扔一个铁吉利，或者隐蔽过去扔一个我们的烟雾手雷，来给怪挂6秒的一伤，这也是一个可以的操作。但是打 BOSS 的时候，这些操作都没法无缝一伤，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装备上找一条幸运一击，让敌人陷入一伤的状态。这个词条最好是在我们的戒指找，如果你不在戒指找，你可以在手套或者是项链上找啊。但是这2个部位找这个幸运一击一伤词条是比较亏的，只能是作为过渡的选择啊。然后说一下戒指的整体词条吧。毕业项的词条肯定像我这样，就是一个攻速幸运概率一伤，另外一个呢是攻速暴击和幸运一击啊。然后这边攻速看你自己的档位选择，你要选择 43% 那一档，那么你这个戒指的攻速可以下掉一条，换成我们的一伤伤害啊。然后如果你选择像我这样选择12档的话，那你就3条都要太古的攻速啊。然后如果你在前期发育很烂，那你的戒指要优先满足的是幸运一击，其次满足的是暴击率。然后你满足幸运跟暴击率之后，最好是太古的幸运啊，你这个攻速就能换成任何你缺的词缀了。你缺护甲，戒指跟手套找甲；你缺抗性，戒指跟手套找抗性啊；你缺生命也可以补生命，你缺什么补什么。但是等到了后期，你还是要换成这样毕业项的戒指啊跟项链。项链这边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游侠这边的被动的收益非常高啊。我们前面也说过啊，这个利用恶意这2个吃双算嘛，收益非常爆炸，所以优先搞这2个啊，优先应该是恶意，其次是利用。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冰冷巧劲啊，冰冷巧劲点它的原因很简单，它的数值比较高啊，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去找一个什么武器精通的词缀啊，也是可以的。我们这边最后补充一下，我们这个玩法我不推荐你用弩啊，我刚前面说的所有的档位、所有的攻速，全部都是基于攻的攻速啊。你用弩的话，当我没说，用弩的话自己去找别的攻速档位嘛，弩的攻速实在是太烂了，我不太喜欢。就反正项链这边你在中后期肯定是要2被动甚至3被动的项链的，但是你前期你可以去找一些比较一般的项链啊，就直接去补一些各种各样的词缀，比如说我之前用的项链啊，这种什么攻速暴击全抗的，对吧？什么暴击幸运一击生命上限的啊，这种项链你都是可以拿来用的啊。包括我用了很久的这个幸运一击冷却冰冷巧劲的项链，这些项链都是可以用的，只要你是在前期不要去打特别高，都可以用这种项链。我甚至之前用这种应该是带着全抗的项链吧，也是能做到3分钟一把90层的啊。当然我后面换了别的项链之后，3分钟100层就是了，项链的提升还是很大的。然后说下这些部位的回火，戒指跟项链肯定是要回一个一伤的。然后呢，2个戒指你可以回敏捷技能的冷却啊，就敏捷技能是包括我们的急行斩，包括我们的铁吉利，还有我们的暗影步。你出一个敏捷技能冷却可以减3个技能的冷却，但你如果没有回到，那么找铁吉利或者急行斩的冷却也都是 OK 的啊，属于是你先保证一伤，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吧。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简单的聊了聊，聊的时间可能也比较长啊，可能不太适合新朋友学习，所以过2天我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啊。那总之就是这样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各位拜拜。